这一段时间 DeepSeek 深度求索在西方媒体霸屏，在一些与人工智能有关的硅谷企业股票断崖式下跌后，该国甚至疯狂对深度求索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同时也开动宣传机器对深度求索进行妖魔化宣传，比如窃取硅谷某公司没有的技术，或者存在间谍风险等等。在这方面，德国媒体与某大国媒体保持高度一致，各种原因大家都懂。今天德国时代报以深度探索作为切入点，批评西方低估了中国。前半部分貌似对中国的报道特别正面，但后半部分画风突变，说像中国这样压迫性的制度好像也具有创新能力，还挖苦说今年中国春晚的人形机器人的东北扭秧歌表演显得僵硬。总之，不管什么报道，最后总要踩中国一脚。现在我们来看看该报道。DeepSeek 深度求索，为什么我们仍然低估了中国？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的成功，让许多西方人大吃一惊。与中国本身相比，这可能更能说明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谁会想到呢？在本周初之前，几乎没有西方人听说过这家中国初创公司的名字，但它却异军突起，成为人工智能语言模型领域的佼佼者。DeepSeek 深度求索，现在这个名字很可能会在美国科技公司的办公室走廊里被人们敬畏地提起，而这些美国公司的股价已经被这个中国的意外竞争对手打得一落千丈。但这一发展究竟有多令人惊讶呢？中国的高科技行业已经不是第一次用创新产品征服世界了。想想 TikTok 在全球的胜利，或者中国电动汽车势如破竹的市场攻势就知道了。过去10年来，任何到过中国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其普及性和激烈程度往往令欧洲人万分惊讶。这也因为中国党的领导层在高科技领域追求极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尤其是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尽管面临美国的制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国际认可的突破，难道不是时间问题吗？西方对深度求索成功的惊讶，是否更多地反映了我们对中国的看法，而不是中国本身？中国的成功不只是因为爱国热情，这并不是西方公司第一次低估中国竞争对手，特别是汽车制造商，其中又尤其是德国汽车制造商，现在正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长期以来，他们认为自己久经考验的战略将继续确保他们在中国获得最佳利润，却忽视了中国并未停滞不前这一事实。中共很早就认识到电动汽车的产业政策潜力，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推广，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购买激励，为制造商提供补贴。短短几年时间，一个西方竞争对手难以更胜的汽车市场就已形成。因此，中国如今在全球电动汽车出口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上海和北京街头完全联网的超级电动汽车中，就连特斯拉现在也显得老旧和过时了。汽车市场是最明显的例子，但这并不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唯一高科技领域。以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为例，自2011年以来，其全球市场份额已从 0.1% 增至 13%， 而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去年下降了近 8%。 美国科技新闻门户网站 The Information 认为，这一发展的背后是爱国热情，导致中国消费者从西方产品转向本国产品。然而，这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现在，小米或华为的设备在技术水平上与西方竞争对手相差无几，甚至更胜一筹，因为他们比西方竞争对手更适合中国市场，价格也更实惠。中国科技发展速度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就是全面数字化。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不是通过智能手机完成的。任何一个经常使用微信等应用程序交流，使用支付宝支付，使用淘宝购物，使用滴滴打车，
或使用美团订餐的人都会意识到，就数字生活质量而言，中国现在已经甩世界其他国家几条街。中国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几乎完全是土生土长的，没有一家西方科技公司能够在中国的互联网世界中占据重要一席之地。当然，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政府有针对性的隔离互联网。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将谷歌、脸书和 X 等服务提供商拒之门外，但这也是由于中国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及中国人的社会自我反思性。这对于美国供应商来说，比欧洲市场更难进入。有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技发展的飞跃。中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巨大市场，与外部世界只有部分联系。企业可以在这个市场中迅速扩大业务模式，而这里的民众对创新持极为开放的态度，普遍认为技术创新不会构成威胁。压迫制度显然也可以创新。当然，中国也有这样的制度，微信等应用程序为用户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但也使国家更容易洞察民众的生活。它们显然被用于监控目的。例如，如果我以驻华外国记者的身份在线支付火车票，那么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就会知道我的目的地。就我而言，这与许多动辄受到科技手段监控的中国人，比如少数民族省份新疆的居民相比，后果并不那么严重。还有网络审查，在中国互联网上，关于敏感话题的讨论受到压制，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帖子会被删除，部分由自动系统删除，部分由网络监察员删除，这也影响到深度求索的语言模型。任何向人工智能机器人询问中国的争议性话题，比如天安门大屠杀、香港民主运动或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要么得不到任何回答，要么会得到带有宣传色彩的回答。在中国，外国搜索引擎、新闻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和百科全书等其他信息来源都被屏蔽。所有这些都令人不安，应受到谴责，而且按照民主标准来看，根本就是错误的。然而，这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技行业的发展，尽管这在西方人听起来可能令人恼火。压迫性制度无法创新？至少就目前而言，中国似乎正在推翻民主自由这一信条。中国政府在竭尽全力进行支持。自党的领导通过中国制造2025战略构想以来，这项旨在提升中国工业和科技领域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支持计划已经走过了10年，目标之年已经开始。上周，按照农历庆祝新年时，国家电视台在其新年晚会上请来了人形机器人舞蹈团进行表演。这些机器人看起来有些僵硬，但似乎未来已经在中国开始。中国2025战略构想的许多目标现已实现，甚至已经超额完成。到2023年，中国注册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据统计，中国科学家的文章现在比美国研究人员的文章更常被引用。目前，中国大学每月培养出约6000名数学、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等新兴学科的博士毕业生，是美国大学的2倍多。他们是中国科技精英的下一代。企业家梁文峰为他的初创公司深度求索招募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才。向深度求索提问，中国的科技行业有多强？答案很长，而且对于面临的挑战，在文字上没有吝啬，对数据安全和政府监控的担忧，但其核心句子是完全准确的。政府的支持、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日益增多的高科技专业人才的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的重心。这可能不会是世界上最后一次为中国突然涌现的创新而惊叹。好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看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了解中国的人近10年来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低估了中国，我们就是不改变，我们仍然高高在上的俯视中国，但最终我们必须付出代价。在工程技术方面及开发建设等方面，中国已经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而且在很多领域都远远强于我们。
在不忽视中国及其所有缺点、残酷和民主赤字的情况下，这样说是公平的。下条评论：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研发出人工智能感到惊讶？难道我们认为他们做不到，或者要花10年时间？这得有多天真啊！中国抄袭一切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早已经独立行走。继续往下，复制、粘贴、改进，中国目前还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再往下看，我从未低估过中国，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恰恰相反。下条评论：一个事实是，中国、印度、东盟国家是一个拥有超过35亿人口的市场，这意味着亚洲未来不需要欧洲或美国来做生意。30年来，我们给了他们最好的技术，他们已经学会了一切，现在几乎可以自给自足。在所有东盟国家，中国产品都是第一，德国只是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小众。现在他们的价格便宜得多，技术水平高，极具创新。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为时已晚。我们在技术上已经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这就是现实。继续往下，但我们不妨换个角度问问，中国究竟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和难民的？再往下，中国与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技术和进步的信仰。当我们还在讨论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时，中国人直接开始行动了。我们的绕城公路从规划到完工花了整整57年，而在中国，它不需要12个月。我们规划莱茵河新桥花了30年，我敢打赌，它20年内也不会完工。即使我们明天向德国铁路拨款2000亿欧元，10年内也不会有一条新的线路完工。再往下看，深度求索是基于元宇宙的压码。基本上，中国做了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那就是不是重新发明任何东西，而是提供比现有东西稍差但便宜得多的东西。下条评论：德国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甚至也包括对中国人的固有偏见。继续往下，这里所说的巨大危险在哪里？毕竟，作为西欧人，你不必使用深度求索，中国人使用它，那又怎样？老实说，谁会相信西欧的系统比其他系统更好？再往下，文章写得非常好，谢谢。在中国高科技产业和生活方式的上述条件下，还缺少2样东西。首先，中国拥有重要的矿产资源。此外，中国还有一支低薪大军，这些人具有准奴隶的地位，基本上是被社会剥削的。下一则，中国的成功不仅仅归功于爱国热情，这点说得没错。首先，中国成功的背后是天真的西方，他们的通过贸易实现变革政策已被科学证明是100%的失败。中国从模仿山寨到技术领先，只用了短20年。如果没有共产党公司与西方公司的强制合资，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实现。如今，中国甚至不再需要进行间谍活动，因为例如大众汽车，他们已将整个研发带到了中国。西方是如何废除自己的？这太疯狂了。也许通过贸易实现变革的口号只是摆在国民面前的一根胡萝卜。再往下看，中国人可以通过使用蛮力，以牺牲本国人民的健康和未来为代价，取得比西方更快的进步。但第一个拥有人工智能，第一个拥有电动汽车，第一个拥有计算机芯片，第一个拥有互联网，第一个拥有移动电话，第一个拥有量子计算机，第一个实现核聚变，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国。中国只是看到了西方已经取得了成就，然后竭尽全力迅速赶上。说到复制，他们可能会因为迫不得已而另辟蹊径，但这完全是出于不得已的创新。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能管理较弱硬件的人工智能？没错，因为中国没有足够强大的硬件，这就是原因。
否则就不会有进步。好，看最后一条评论。中国这个新兴经济体正在赶超发达工业化国家，这是好事，它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为什么每篇文章都要谈制度竞争？我不认为中国的制度是压迫性的，我也不认识有这种想法的中国人。根据国际法，台湾显然属于中国。1989年天安门广场没有发生大屠杀，其余的学生在与军方谈判后和平离开了广场。香港人也很高兴骚乱已经结束。就这些问题而言，中国人和中国的人工智能系统显然比德国公众了解的更多。好的，朋友们，今天与各位分享的德语报道以及网友评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